大家好，欢迎来到今天的影片。在这段旅程中，我将揭开一个古老却被遗忘的秘密，人类最强大的内在能力之一——第三眼。这是一项只有古代智者掌握的技术，千百年来深藏在神秘传统中。今天，我将与你一起重新唤醒这项力量。我们将从头说起，第三眼是什么？它为什么曾经是人类的宝藏，而如今却被现代人遗忘？你该如何重新启动它，并开始用它改变你的现实？近期，我体验到一个极其强大的练习，我称它为第三眼视觉化技巧。这个方法在我生活中产生了立竿见影的效果，但在我揭示它之前，你需要理解这项技术背后的深远脉络与智慧。只有当你掌握其本源，你才能真正打开那扇看见真相的大门。所以，请你务必全程观看这支影片，不只是听我说，而是与我一起深入这段神秘又启发性的旅程。如果我们想真正学会创造现实的艺术，我们就必须回望历史，向那些最伟大的实践者学习。他们来自不同的文化与传统，却都拥有一个共同点：他们唤醒了内在的力量。从西方的赫尔墨斯与萨满，到东方的道家仙人、佛教禅师与吠陀智者，这些古老的文明都不约而同地指向我们内在有一扇门，连接着宇宙智慧。这并非巧合，而是宇宙智慧的交集。现在人类拥有各种外部科技，但在发展这些科技的过程中，我们失去了与我们祖先曾经拥有的内在科技的联系，这导致了一些至今无法解释的事件，比如埃及金字塔的建造。为什么我们至今无法解释金字塔是如何建造的？这就是强大的内在科技的成果。历史上有无数灾难性事件将这些古老知识埋葬，而最著名的莫过于亚历山大图书馆的大火。那场大火烧毁了数千年的智慧典藏，数学、医学、灵性与宇宙奥秘。这些知识并没有完全消失，它们只是被深葬，甚至刻意被隐瞒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些知识能够唤醒人类的真正力量。一旦你自由了，就没人能控制你。而这个世界的一部分机构与势力，正是靠着人们的受困而维持运作。第三眼这个概念，在最早的文字系统中，最明确地出现在瑜伽科学之中，而这一切的根源来自一位伟大的智者帕坦加利。帕坦加利生活在公元前第2世纪左右，是瑜伽经的作者。许多学者认为他的智慧广博得令人难以置信，甚至怀疑瑜伽经可能是数位圣者智慧的总和，以他的名义呈现出来。但无论如何，帕坦加利留下的是一套完整的人类意识操作手册。瑜伽经是地球上第一本试图用理性方式解释灵性实践的经典。就像你今天试着向一个从未走过路的人解释走路是什么一样，在帕坦加利之前，人们修行瑜伽，却无法清楚说明其逻辑与意图。瑜伽经的出现，让这些智慧第一次具备了结构与秩序。帕坦加利知道，瑜伽经不是只写给当代的人类，他知道未来会有一群人需要这本书，而那就是今天的我们。帕坦加利指出，人体不是一具肉体，而是一套宇宙操作系统。我们的身体是一台强大的无法想象的能量机器，而这台机器的使用说明书却从来没有人教我们如何阅读。其中，脉轮是能量流动的关键。根据古印度的教义，人体有7个主要脉轮。当能量自下而上流动，从生存的本能穿越情绪、意志、爱与沟通，最终抵达第三眼与顶轮，我们将抵达开悟的状态。而第三眼正是这个觉醒之路上的关键转折点。让我们来谈谈你内在那套被宇宙亲自设计的能量阶梯，以及它们如何构成你觉醒之路的每一个台阶。这不只是灵性之事，它关乎你如何感受、行动、创造、表达，乃至看见你生命真正的目的。其中最关键的一个点就是第三眼，也被称为眉心轮。当你真正理解它的位置与功能，你将意识到
你并非困在现实中的被动角色，而是可以重塑现实的创造者。海底轮位置在会阴处，是你与大地之间的连结。当你的能量集中在这里，你只关心最基本的需求，吃、睡、生存。许多人一生都停留在这里，他们活着，但从未真正苏醒。脐轮位置在下腹部，是印度教传统的第二主脉轮。据说这个脉轮被恐惧挡住了，尤其是对死亡的恐惧。打开这个脉轮可以提高创造力，表现出的欲望和自信。但是如果能量停留在这里，你只关心快感，无论是性爱、美食还是短暂的娱乐刺激。太阳神经丛位置在肚脐与胃之间，代表意志、行动力、个人力量。能量停在这里，将会不爱思考，只懂得前进、控制、执行。太阳神经丛的修行是自我力量的觉察与整合。心轮位于胸口，是爱、共鸣、美感、创造力的中心。当能量来到这里，你开始有了诗意与艺术眼光，你懂得创作、欣赏、与他人连结。艺术家与疗愈者的心是在这里诞生的。喉轮位于喉咙，掌管表达、声音、真理的力量。当能量集中在这里，你的语言变得有穿透力，你的话语带来转化。这里诞生了优秀的演说家、政治家、领袖。第三眼，眉心轮。现在我要你停下来，因为你正在接近意识的转折点。当能量升至第三眼，你将触碰到智性开悟的状态。这里不再只是感受或表达，而是看见真相的能力。你开始能够观察念头的源头，拆解你过去所有的限制性信念，并选择新的现实版本。第三眼不是想象力，而是高维视觉的中心。在瑜伽经中，圣者帕坦加利早已指出，人类的意识可以透过静定与专注来解锁这个内在的感官。我们的五感让我们感知外部世界，而第三眼是感知内在宇宙的器官。不只是神秘主义者，连许多现代科学家与心灵学者也指出，当我们闭眼视觉化，眼球上抬时，实际上是在调动一种深层次的内在感官。Joe Dispenza 称之为进入超自然状态。Rupert Sheldrake 谈的是集体意识场，而 Ken Wilber 更直接说，我们正在唤醒内观之眼，也就是眉心轮、第三眼。当你视觉化时，如果能闭上眼睛，将眼球微微上抬，你会更容易进入 Alpha 波状态，也更容易启动你的第三眼。我试了，效果惊人，视觉化开始变得像电影一样真实，有颜色，有细节。这不再只是想象，而是一种在高维空间中建构实相的能力。顶轮，当能量最终升至顶轮，你会经验非二元的实相。你不再是观察者与被观察的分裂存在，而是融入宇宙的体觉。这是一种持续的狂喜状态，只有极少数大师能稳定处于其中。但对我们而言，我们的目标其实只需达到第三眼的开启，因为只要开启这里，你的感知会开始转变，你的实相会开始重构。我们总是被外界问题拉走，难以往内看，那是因为第三眼尚未苏醒，因为松果体已经钙化。如果你持续启动你的第三眼，你不需要担心钙化松果体，它会自然被激活。我会向你展示如何做到这一点。当你持续启动它，不需要药物，也不需极端行为，你只需要聚焦与练习，它就会苏醒。我们之所以受困，是因为我们忘了，我们可以改变感知。感知是世界观与自我观的总和。如果你改变感知，你就会改变你看世界的方式，也会改变你创造世界的方式。过去的我以为我只能是那个版本的我，不能超出边界。但随着意识的扩展，我开始变得像水一样。当你灵活、觉知、无形无执着，你将流入任何生命的形状中。这就是开启第三眼的真正目标，不只是看见能量，而是成为能量本身。现在，让我们进入第三眼视觉化方法。为此，我希望你抽出大约一段时间，安静地坐在某个地方，专注且不受干扰。让我们开始吧。
这个技巧实际上结合了你的第三眼和你的潜意识。有一个前提条件，你需要在进行这个练习时进入睡眠状态，所以在睡前做这个练习是理想的。但现在作为练习也可以，没问题。确保你有安静且不受干扰的时间，坐在舒适的地方。在我们开始之前，请你先在心中想起一个问题，这个问题困扰你很久，可能关于你的人际关系、你的创业道路、你的财务挑战，这是你感到受困的地方，不确定、不安、模糊。记住，这个练习不是为了解决小问题，而是让你穿越思考的限制，进入直觉的领域。现在，让那个问题浮现，并且记住它所带来的情绪。现在，请坐下，轻闭双眼，和我一起做3次深呼吸。吸气，吐气，再次吸气，吐气，最后一次吸气，吐气。在你的脑海中视觉化数字3，3次，3，3，3，接着2，3次，2，2，2，现在1，3次，1，1，1，你现在已经进入一个更深、更慢的脑波状态，阿尔法波状态，这是通往潜意识之门的入口。现在，让你的眼球轻轻地向上转，对准你眉毛之间、额头中央的那个点，这是第三眼的位置，古印度称之为命令之眼。你可能会感到轻微的压力或跳动感。如果现在还没感觉到，没关系，它会来的。当你准备好时，持续保持你的眼睛在那个位置。现在，回到你刚刚想到的那个问题，那个问题正在发生，情境是什么？让那个画面变得立体、生动、充满色彩，让自己进入那个场景，不只是观察，而是感受。想象这些困难与情绪形成一团能量，在你胸口凝聚。准备好了吗？我们将它交托出去，交给你的更高自我，那个比你更智慧、更广阔的存在。吸气，呼气时将这团能量从头顶射向太空。呼气，看见它飞升而去，穿越层层云层，被神、宇宙或你所信仰的那个存有接住。保持眼球上抬，将眉头放松，持续连接你的第三眼。在心中创造问题已解决的未来场景。你微笑着，你感到安心，你正在庆祝。你正在做什么？你穿什么？你听见什么声音？你闻到什么气味？让这个画面变大、变亮、变温暖，直到你能触摸它，直到它比现实更真实。把这个正向未来的画面化作一道光，在你胸口聚集。再次吸气，呼气时，将这团光从心送向你的更高自我。呼气。你刚才做的不是幻想，
它正结合你的第三眼与潜意识，建构你未来的现实。问题现在已经被处理好了，不要忘记微笑。现在，摩擦你的双手，将手掌放在你的眼皮上，然后慢慢将意识带回来，慢慢睁开你的眼睛。理想情况下，你在睡前进行这个练习，然后直接入睡。在接下来的几天内，你会注意到现实中出现关于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的各种迹象。注意事项：不要连续重复这个练习，等待几天。如果几天后没有任何迹象，再次针对同一个问题重复这个练习。我无法强调这个方法的强大之处，因为当我开始这样做时，发生了很多不可思议的事情。几天前，我收到来自一位很久不见的朋友讯息，我们已经好几年没联络了。他告诉我，他最近突然想到我，他强烈地感觉到应该联络我。我几天前在视觉化一个关于与加拿大当地合作计划的画面，而他人就在加拿大温哥华，这真的让我惊呆了。我们视讯聊了很久，竟然发现他刚好具备我正在寻找的某个专业能力。他现在正在加入我的团队，让我得到了帮助。这一切看起来就像宇宙精心安排的。这就是为什么我如此兴奋地与你们分享这个方法。这不只是冥想或视觉化，而是真实改变现实的技术。因为我一开始做这个练习，就发生了许多巧合。另一个关键是，你需要寻找微小的迹象，因为这些迹象非常细微，接受它并视为确认，即使是最微小的事情。如果你在寻找更多金钱或客户，有人对你的产品表现出兴趣，这就是迹象，这将会发生。对任何发生的事情保持开放，这是这个过程的关键部分。在日常生活中，当你进行这个练习时，保持开放，接受各种形式的迹象。第三眼与潜意识的结合非常强大，能帮助你接触到答案所在的空间，但你需要用心接受它。这真的有效，但你需要精确地遵循这些步骤。如果你需要再次观看这部影片，请务必保存这部影片，在睡前再次进行这个练习。我花了很多时间准备这个内容，我希望你今晚睡前进行第三眼视觉化练习，试着然后直接入睡。我们在下一部影片中再见，感谢。